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是收回美国女性合法堕胎权，也可能标志着曾经位于美国文化核心的平等与多元将被彻底推翻。一场文化战争正在悄然掀起。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以反建制、反移民和反多元主义为标签的共和党人特朗普成功当选，就标志着美国社会保守化的浪潮出现。由此引发的政治极化和政党恶斗也将不可避免。我们知道美国的两党文化它实际上是除了一些实质性的社会问题之外，它也是一个标签化的党派政治就是本来是一个可以全社会讨论的话题，结果就变成了两党之间互相攻击而且不能让步的话题。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标签，就使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理性的讨论。与此同时，美国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严峻社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据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6%，再次刷新40年来的最高值。而此前一些经济学家曾认为，美国通胀已于3月份见顶。据悉，美国价格上涨范围已遍及住房、汽油、机票、食品、新车和二手车，还有医疗、服装等，令美国民众苦不堪言。美民众普遍恐慌，经济断崖或许就要来临。美国国内舆论指责拜登政府反应迟钝，未能有效遏制通胀。事实上，美联储今年以来已经3度加息。日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突然改口称，美联储经历过这场历史性加息之后，经济是有可能衰退的。所谓的软着陆已经变得很有挑战性。华尔街日报认为，鲍威尔此言已发出美国经济衰退最明确的信号。拜登也承认，这波通货膨胀将持续下去。他说，我们将不得不在这种通货膨胀中生活一段时间。Oh, poor President Biden. That poor bastard can't even stay upright on a bicycle. Oh, he's old, he's tired, he's almost 80. His approval ratings are in the toilet. Visible Dems are ready to push him aside and hope some new unicorn/donkey hybrid can flounce in and save the party. Bu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before the midterms. You know what will happen? Higher gas, worse inflation, and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fail, fumble, and screw up, all while drowning in a bucket of excuses. 从拜登来说，现在其实在美国讨论更多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有很多人已经认为要按照简单的一个定义，衰退已经发生了，衰退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其实，要抑制令拜登政府头痛不已的通胀，美国智库早就给出了一份可能有效的方案。早在今年3月，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发布报告指出，削减对华加征关税或将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次性下降1.3个百分点，相当于可以让每个美国家庭获得797美元。在拜登团队内部，也有不少人呼吁削减对华附加关税。美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在此列，但美贸易代表戴奇则坚称不会放弃对华关税这枚重要筹码。The China tariffs are, in my view, a significant piece of leverage, and a trade negotiator never walks away from leverage. 7月5号，多家外媒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减免部分对华加征关税，具体包括可能暂停对服装和学校用品等消费品征收关税，但同时仍在考虑是否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启动新一轮301调查，这可能导致新一波关税。吊诡的是，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本来关乎美国民众利益，却一定程度上被党争绑架，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着眼选举的政治算计议题。据美媒报道，白宫在修正上届政府错误对华政策问题上举棋不定，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软弱，被共和党抓住把柄。从那些宫内的白宫内的那些贴身人员的表达来看，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关税能够成为跟中国进行谈判的一个砝码。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动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我们刘鹤副总理刚刚通话其中一定会谈到双边的宏观经济协调问题，谈到这个贸易关系问题。现在就是考验美国政府这些实权人物、这些决策人物，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理性和勇气来做这样的决定。